据半岛都市报消息，10月17日，青岛市召开青岛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对确诊患者出租车司机邵某某进行流调风险研判。自9月29日16时至10月10日22时，共载客183次。截至10月16日12时50分，最后一名乘客已经追踪到，共231人，其中本市196人，省内外市11人，省外24人。截至目前，相关人员已全部采取流调、隔离、管控、检测等措施。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刚过，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就抛出一份重磅公告，董事长、总经理赵晓东因涉嫌职务违法，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不能正常履职。曾经在啤酒行业数一数二的燕京啤酒近年来陷入多事之秋，其业绩也逐渐掉出第一梯队。燕京啤酒的业绩下滑并不是2020年才开始的，2013年是其最辉煌的时刻，公司营业收入达到历史最高值137.48亿元，利润也达到6.81亿元。不过之后却一路走低，2017年燕京啤酒的利润更是降至1.61亿元，6年营收缩水20亿元。行业分析人士表示，燕京啤酒之所以近年业绩惨淡，与其高端产品乏力分不开。如果不尽快提升高端市场份额，未来或有被边缘化的风险。燕京啤酒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2019年，燕京啤酒除推出燕京 U8、燕京7日鲜、燕京八景文创产品等中高端个性化新品外，还专门为冬奥会量身打造了3款产品，但未能塑造出像华润雪花、超级勇闯天涯那样的明星产品。据悉，目前燕京啤酒已推举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谢广军代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的公司董事长为止。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还值得继续观察。新京报评论：开劳斯莱斯就得被让道，有些人真的是这么想的。这2天，江苏南京一段高速路恶意别车斗气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网友热议。跟普通别车情景稍有不同，这次犯路怒症的车辆还是辆劳斯莱斯。原来因前方路段施工，道路拥堵，劳斯莱斯便走应急车道，前行数百米之后，想要通过插队加塞的方式回正常车道，却未被后方车辆让行。在驶回正常车道后，劳斯莱斯司机为了出这口气发泄不满，以加速超车、减速急刹、来回变道的方式，连续6次恶意别之前没有给他让行的车辆。不料这段劳斯莱斯来回神龙摆尾横扫马路的视频被后车行车记录仪全程记录。后经交警询问劳斯莱斯车为何这么做，涉事司机称自己开的是豪车，他应该让，他赔不起，所以当后面的穷车该让没让时，他就怒了。这番言辞听了实在是豪横之气逼人。按这逻辑，普通车就该给豪车让道，前面豪车要插队了还不赶紧让行，碰了擦了你赔得起吗？操持着这样一种强盗逻辑，被触怒的司机随后马上回击教训了下没眼力劲儿的普通车。只不过最终他也被交警教训了。经查，劳斯莱斯司机的行为除违反交通法规外，已构成寻衅滋事，被处拘留15日，罚款200元，扣6分的处罚。而实际上，司机孔某还并非劳斯莱斯车主，只是当时他在开车。日常在路上遇到别车斗气的情况并不少。前一阵，北京也有一辆车通过变道、急刹、超车的方式别后方车辆7次，车主还拿一杯浓奶茶招呼了后方车辆。斗气泄愤可以爽一时，但也可能毁一世。如此无所顾忌的横冲直扫，是对交通法规的无视，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权的无视。没有出车祸闹出人命自是幸事，若真出了，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起别车事件尤其引网友愤慨的是劳斯莱斯司机那套豪横逻辑，我开的是豪车，就高车一等，你赔不起就得给我让路。在这套扭曲逻辑中，路权分配不是遵照交规明确的先后秩序与礼让规则，而是按照车辆价格来的。这也道破了少数豪车车主或司机的心态，驾驶豪车给其心态和行为带来了微妙变化。豪车本身的符号价值滋养了他们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开着豪车也就自动坐在了鄙视链的塔尖上。将这逻辑搬到行车秩序上，就是我是豪车，我优先。
去年曾引发轩然大波的保时捷女司机掌掴男司机被反打耳光的事件中，男方妻子在随后的采访中就提到，保时捷女司机在现场说：“我们不让她穿得差，开一个叫花子车。”这套蛮横逻辑跟理性逻辑无法兼容，还会相斥。不可否认，车的价格上或有高低之别，但在路上跑了就无369等贵贱之分，都应该遵守一体适用的交通法规。如果是排队过施工路段，就该按先来后到的原则有序通过，没有我豪我先上的规矩。换言之，在公路上只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交通法规。在这条规矩面前，车车平等。也奉劝那些持豪而骄者，开豪车想要教训别人之前，先想想自己之后会怎么被法律教育。你的狂，法律不认，规则不容。新闻坊报道，2019年11月底，朱某夫妇通过中介，用131万元的市场价从王某手中购得一套房屋。付清房款后，双方顺利办理了过户登记。2020年3月初，朱某夫妇装修好房子，准备乔迁新居时，邻居和夫妻俩攀谈一番后了解到，该房屋内曾经发生过凶杀案。夫妻俩万分震惊，经过多方打探，最终证实了该邻居的说法。得知真相的朱某夫妇在与王某协商退房未果的情况下，果断向上海金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并返还购房款。朱某夫妇认为，涉案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会严重影响房屋的价值，并造成30%的价值贬损。如若不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王某应返还30%的购房款。对此，王某反驳道：“非正常死亡事情距今已有13年之久，并不会影响房屋的实际使用，并且自己仅在签约时与夫妇俩见过一面。房屋买卖是通过中介进行的，中介应该已将房屋相关情况告知给了朱某夫妇。”此外，为避免争议，当初在购房协议中加了一条，乙方了解此房屋的信息，对此无异议。王某因此不同意朱某夫妇的诉讼请求。中介则辩称，当时出售的房屋是4楼，此前一度认为凶杀案发生在2楼。问及王某时，王某也默认了，因此对该房是凶宅的事情并不知情。最终，经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中介的多次沟通和调解，王某同意返还朱某夫妇30万元房款，中介则退还中介费。红星新闻报道，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10月1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5例，天津4例，广东2例，四川1例，陕西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境外输入10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截至10月16号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59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040人。辽沈晚报报道，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视频中，一名沈阳女子在斑马线上拦住一辆公交车，背靠着公交车前，双手拿着手机，而公交车突然起步，将女子在斑马线上推行数米。知情人介绍，事发10月10日，地点在南京南街体育广场站。当时，女子在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准备转乘115路公交车。这时，公交车站内正好有一辆115路公交车正在离站，女子追了上去，但同一时间，公交车已经开始变道，没有等候这名女子。之后，事态升级，女子站在斑马线上，背靠在公交车头，低头看着手机。公交车被女子肉身拦在路口，然而公交车突然起步，慢速推着靠在车上的女子前进。路过群众拍下的视频正好在公交车和女子的侧面，清晰记录女子被公交车推着走的过程。记者从画面中看到，公交车缓缓向前将女子推出数米，中间没有停顿。昨日，沈阳安运公交交通有限公司陈姓经理介绍，涉事司机左某已经被无限期停勤。
陈经理说，女子阻拦公交车虽然有错在先，但驾驶员左某驾车将拦车女子推行数米后才报警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司机左某向拦车女子表示歉意，并赔偿给对方1000元。辽沈晚报微信公号消息，9月20日晚10时50分许，沈阳五里河地铁站内末班地铁即将进站。虽然已是深夜，但是执勤的安检人员为每一个准备进站的乘客进行检查。这时，一名年轻女子快步走到安检员面前，双眼盯在自己的手机上，等待着即将出现的辽视通二维码。但不知什么原因，二维码却无法正常显示。女子着急乘车，但安检员要求需重新操作生成该二维码，否则不能通过安检。或许疲劳、急迫、烦躁等情绪一起涌上来，女子变得情绪激动，突然用肘部撞击安检人员胸口，猝不及防的安检人员被撞倒在地。这时女子闯过了安检位置，冲进了地铁站闸机。当其他人员跟上来时，这名女子已经乘上地铁离开。晚11时，警方对违法女子展开追踪核查。晚11时20分，民警在金融中心地铁站将该女子拦截，并依法传唤至派出所。吴某某对其违反安检规定，拒不出示抗疫健康码，推倒地铁安检人员，强行闯入站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之后，违法行为人吴某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上游新闻报道，2017年某日，叶某驾驶轻型普通货车从厦门某商城停车场倒车，至停车场到闸处停车下车，欲升到闸时，由于未拉起手刹，未按操作规范停车，车辆便往后倒溜。叶某跑到车后，欲阻止该车倒溜，不料被车尾左侧挤压至停放在路边的轿车左侧，造成叶某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后，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叶某驾车停车时未按照操作规范停车，致车辆倒溜，造成本事故，其过错行为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起根本作用，并认定叶某应承担本事故全部责任。路边车辆车主袁某不承担本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袁某车辆投保的 A 保险公司已于交强险无责项下赔付11000元。2018年，叶某家属将袁某 A 保险公司起诉至厦门海沧法院，要求二者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07余万元。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驳回叶某家属的诉讼请求。据环球网社会消息，西济一男子王步正常年赌博，并对妻子实施家暴。近期因向妻子索要钱财无果，逼走妻子后，竟将毒手伸向自己的3个女儿，给孩子灌鼠药和农药喝。10月15日，记者经向当地警方核实，确有此事。好在救治及时，目前3个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相对平稳。目前，王步正已被警方控制。闪电新闻10月16日讯，2019年8月16号一大早，曹县古营集镇李塘村的周大姐发现自家的玉米地里被人翻动过，而且好像还埋了什么东西，于是赶紧报了警。民警赶赴现场，在地下挖到了一口简易的棺材，棺材里面躺着的竟然是一具年轻的女尸。法医认定这具女尸应该是近期刚刚被人勒死，随后抛尸的。办案民警在古营集镇附近的一家棺材铺发现了线索，经过对比，警方发现店里的这口棺材和玉米地里掩埋女尸的棺材几乎一模一样。棺材店老板告诉民警，案发前一天下午有5-6个人到店里买棺材，随后棺材铺的老板便拉着棺材，跟着这几名男子来到了古营集镇附近的一口机井旁，将机井里抬出来的女尸放入棺材里。警方随即调取监控，发现一辆棕色越野车十分可疑，但是民警发现司机跟车主不是同一人。车主常年在青岛工作，案发的前一天，他的车被同在青岛的堂哥王某某借走了。警方随后车主的堂哥王某某展开调查。8月17日晚上，办案民警将王某某抓获。经审讯，王某某对杀人抛尸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交代，他和女子刘某为情人关系，刘某跟了王某某2年，想跟他结婚，但是王某某的媳妇不跟他离婚，两个人因为此事渐渐地产生了矛盾。8月14号晚上，王某某喝了点酒，再次和刘某争吵起来，随后2个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情急之下就把刘某摁在床上，将其掐死。王某某将刘某的尸体放进车后备箱，回到古营集镇后，把尸体抛在了附近的一处机井里。随后，王某某和曹县老家的朋友刘某某取得了联系，刘某某喊来了几位朋友，然后将刘某埋在玉米地里。今年8月份，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6名帮助掩埋尸体的犯罪人员，也因犯帮助毁灭证据罪，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辽沈晚报报道，10月7日0时25分，葫芦岛警方接到一名男子的报警，称其带来游玩的一匹马丢了，怀疑被人偷了。值班民警刘艳强带队立即出警，到了现场，经初步询问，游客赵某丢失的马匹是黑色纯种的弗里兰斯公马，现价值30万余元。警方了解到，这匹进口纯种马因乖巧俊美的外貌，在网络上深受广大网友的喜爱，在整个葫芦岛地区都赫赫有名。因此，主人网红身份加持，该马的商业价值更是非常巨大。所以，这匹网红马丢失一事也立刻受到了广泛关注。赵某一直强调，当日晚6点左右将马拴在宾馆附近，并将马的缰绳打得死结，马肯定不会自己跑的。细心的民警并未完全相信游客的推断，当即带着失主一起在周围查找踪迹。经过1个多小时的耐心搜寻，终于在一条通向花生地的路上发现了马蹄印。民警刘艳强突然想到，派出所内部的监控应该能拍摄到那片花生地，尽管距离比较远，但大体轮廓应该是可以捕捉的。经再三查看后，游客赵某确定这就是自己丢失的马匹，最终查到了捡到丢失马匹的一对年轻夫妇。10月8日，在赵某丢失爱马24小时后，派出所民警就顺利将这匹网红马交还到失主手中。央视新闻报道，10月17日上午，因连日降雨，四川宣汉县北部山区七树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造成民房被埋。灾害发生后，当地乡政府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同时，宣汉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应急管理局、当地消防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现场已经挖掘出4人，但是都已没有生命体征。据了解，现场还有1人失联中。据气象预报，10月10日至17日，宣汉县一直处于阴雨中雨天气。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中新网10月16日电，你想要随时随地都能闻到培根的香味吗？对于培根爱好者来说，这将成为可能。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14日，美国知名肉类公司赫梅尔推出了一款名为“可呼吸培根”的口罩。据报道，这种口罩由2层多纤维布制成，有助于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保持培根的气味。据环球网国内消息，新华社天津10月16日电，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公开宣判一起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案件，被告人顾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据法院介绍，该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后，天津首例因高空抛物入刑的案件。据环球时报评论消息，前不久，美国密苏里州的地方媒体报道了一名曾在中国教英语的美国男子对他的一名在中国的女学生进行性勒索的案件。虽然目前此人已经在美国的法庭上认罪，但此案的案情却极为恶劣，需要引起国人以及相关机构的警惕。在这份案情通报的最后，美国检方表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鲍德温这种行为将面临至少15年的刑期，且在15年内不得保释。美国检方还介绍说，鲍德温所犯下的这种罪行的最高刑期上限是50年监禁，且不得保释。但鲍德温会得到怎样的判罚，还取决于法庭。据中新经纬客户端10月16日电，据银川市委员会宣传部银川发布微信号消息，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银川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施行，并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1月30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项目销售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监管账户，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注明监管账户等信息，协助购房人将房价款直接存入项目监管账户，不得直接收取任何性质的房价款。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道，恋爱本是一件甜蜜的事，而有些女生却因此赔了夫人又折兵。
5月21号，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以苏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7月22号，法院对此案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判。30多岁的朱文，研究生学历，书生气的他很有女生缘。他不仅同时和多名女生谈恋爱，还总能让这些女生心甘情愿借钱给他，或为他透支信用卡。2014年，银行工作的朱文迷上了竞技彩票。2014年至2019年5年里，为实现买彩票暴富的梦，犯罪嫌疑人朱文打着恋爱的幌子，诈骗多名女性巨额钱财，其中一名女性倾家荡产，为他背债2300多万元。他一面在外面借高利贷，一面以恋爱名义诈骗钱财用于赌球。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朱文以非法占有目的诈骗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新闻网报道，淘宝怎么找不到中差评了？这还怎么买东西？今年9月末，淘宝个人店铺评价体系迎来改革，中差评替换为感觉不佳的标签，这让不少买家无所适从。而个人店主则认为可以保护中小卖家的利益。只是没多久，淘宝又在10月份将中差评悄悄恢复。有卖家向淘宝官方咨询，得到的回复是需要等市场反馈才能确定展示评论的方式。也就是说，官方其实也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并无定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财经评论员谭浩俊对淘宝的改革予以肯定。他表示，采用具体标准来代替较为单一的中差评，有一定正面意义。比如说，消费者发现皮质不好，就可以针对性提出改进要求，比起只说好评、中评、差评更有参考价值。后来改回去了，说明淘宝对评价体系进行探索和改革，正在寻找更好的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改革更加宽容一些。未来，淘宝的评价体系究竟继续保持中差评，还是会另辟蹊径？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据界面新闻消息，10月16号，特斯拉已取消 CEO 埃隆·马斯克一直推行的7天无理由退车政策。根据特斯拉在过去几年中推出并更新的信心保障计划，只要满足车辆没有损坏、里程表读数未超过1600公里等条件，买家就可以将车辆退还给特斯拉，获得全额退款。知情人士称，特斯拉已经在昨晚停止了这项政策。现在该政策的支持页面已经重定向到特斯拉的普通支持页面，不涉及任何更换车辆政策。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中新网青岛10月16日电，正值第40个世界粮食日，记者16日从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获悉，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青岛海水稻团队当日在青岛、潍坊、温州3地策产收割。至此，该团队今年布局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山东、黑龙江、浙江等省自治区种植的10万亩海水稻全部完成产量测评。